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那道指呢，在周五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的位置呢，刚好是一个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支撑位啊。但在前面行情当中，1月18日我们观察到行情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件阴线。那么昨天的反弹呢，事实上处在一个8件阴线的实体范围。那么如果下跌得以持续的话，可能会走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呢到达目标点位32250点。那么有这样的下跌的可能性，所以呢，比特币的目前的上涨趋势虽然还存在啊，但是在小日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震荡摇摆的一个 K 线形态。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中。我们看到比特币啊，从1月11日开始发动突破。1月11日的这个突破时间点呢，我们看到啊，是突破了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位于17500美金的一个压力，然后行情开始做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169均线、144均线和19500美金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压力。我们知道19500对这种行情的突破特别重要，因为这个点位呢是由22年6到11月份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突破之后呢，行情的多头开始正式成立。那么我们知道啊，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往往伴随小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出现高点啊，这个高点大概是在21000美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行情开始震荡。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产生，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啊，它在高位出现了一个回踩动作。这里面的回踩呢是小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回踩了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回踩之后呢，开始继续上行动作。那突破性的上行，主要原因是美股发生了反弹。那么比特币在多头趋势的影响下，在外围市场稳定的情况下啊，再次在昨天和前天的行情当中发生了突破。我们看到了昨天的这根 K 线。准确说是前天啊，因为它突破的时间呢是昨天凌晨啊，昨天的凌晨0点到早8点啊，所以呢它是算成了前天的一根 K 线，因为币安的开盘时间是早8点啊，所以凌晨0点到8点的这些 K 线呢都算到前天了啊。那么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前天的这根阳线呢，它的一个出现呢，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我们看到啊，前面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经历了小日线级别的震荡之后，本轮行情再次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意味着上行的趋势没有被破坏。那么在下周的行情当中，只要美股依然在高位运行，在高位震荡，那么比特币就有可能走出第2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根据第一根的悟空阳线，我们可以判断，如果这轮行情出现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话，它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6000美金附近。同时呢，26000美金附近也是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我们可以调到周线来看，26000美金刚好是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由22年6到9月份反弹过程当中形成的，同时呢，也是周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目前已经出现了1月9日的这根悟空阳线，然后走8节阳线。那么未来周线级别可能会形成一个由2轮日线级别构成的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啊。那么目前趋势没有破坏的情况下啊，上行动作依然是目前的主要方向啊，依然是目前的主要方向。那么当前的调整，我认为它在这个位置上啊，做了一个下跌过程啊，做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过程。我们认为它会做一个收敛动作。那这个收敛动作呢，主要会以23371这个高点和这个22623这个低点啊，做这个来回的震荡啊，最终呢可能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呢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上边线呢有了一些苗头。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时间点呢，大概是在1月23日啊，这是从15分钟级别来推断啊，1月23日。要看它的这个震荡啊能否持续下去，这个结构呢会不会破坏掉。那么如果在15分钟级别能够持续发生震荡的话，我认为它的震荡时间级别是不足的，所以呢这个震荡呢我们还要把它拉伸啊，要拉长一些。怎样拉长呢？我认为它的结构会由这个
大一点的收敛三角形啊，过渡到一个窄的收敛三角形，在窄的收敛三角形之后啊，形成之后，在这个后面这个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再度发生突破。那么目前行情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在哪儿呢？很多人找不到支撑啊，我来找一下这个位置呢，主要是1月14日这个波谷位，我们看到小线形成的波谷位，在这里做出一个连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在21800附近这个位置是一个主要的支撑位。如果这个支撑位跌破的话，我认为行情上涨动作就会得到暂停。如果这个位置不跌破的话，上涨动作呢还会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止损位设置一下，止损位我认为设置在21700就可以了因为目前行情它的多头动作是急涨，在急涨过程当中，你要把小时线作为一个止损的一个设置的时间节点，在小时线的结构当中找到这个结构性的支撑，然后在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如果跌破的话，立刻把这个仓位降低下来，然后等待机会。那么这轮行情我们抓的最好的就是 APT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这个我们会员群有朋友就是问到我这个 APT，它是怎样上涨的呢？首先呢，我们要用这个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第一部分西游战法做分析首先呢，它做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调整过程当中，我粉丝问我这个位置它要做什么样的结构我认为它首先是做红色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焦点的这个位置呢，本身是一个变盘的位置，然后它做了一个下杀式的假跌破，然后做了一个上涨式的假突破。这两个动作完成之后，我就非常怀疑它会做一个把这个震荡时间拉长一些然后我就给我这个粉丝朋友画出第二个图，第二个图呢就是这个白色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后来呢，这个行情事实上也是这样震荡的它形成了一个更窄开口的角度更小的收敛三角形之后，完成了它的盘整动作。然后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我们判断它容易发生突破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波突破。那这轮行情究竟走没走到高点呢？我认为还没有因为在突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它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呢也叫标志性的阳线，这个阳线呢是有别于震荡的，突破之后形成日线级别悟空阳线，然后目前正在走一个8节阳线。如果它的行情得以持续的话，我认为它会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我们会看到盘面当中走出了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然后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呢可以看到周线级别2根阳线，分别是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那么在下周和大下周，也就是整个1月份，它有可能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从而彻底的打开上涨空间那么目前来看APT 已经解放了前面行情当中下跌过程当中的所有筹码所以呢，有人问我它的目标位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它的目标位呢是打开了就是它的上涨空间是已经被打开了在筹码高度集中于主力庄家的情况下，它的拉升已经形成了嘎空的动作因此呢我认为它可能会走一轮极端行情，这轮极端行情呢就叫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我们再说一些嘎啦代币因为嘎啦在昨天表现的并不好，有粉丝朋友在这里面由于追的位置比较高没有赚钱，但是我们认为首先在大的时间周期上在周线级别上，目前嘎啦代币它是一个领涨的币种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那么这周的一个十字星，我认为是一个干扰性的 K 线，在未来呢非常有可能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我们知道Gala 它是一个游戏平台，上面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10几种的游戏在上面运行，同时呢Gala 也是一个 NFT 的平台，所以呢Gala 代币本身是有这个应用价值的。同时我看了一下Gala 的这个推进计划目前是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都非常好这个季度可能会有更多的游戏在Gala上得到应用所以呢对于Gala来说我还是很看好的，特别是对于Gala来说，它之前出现了一个黑天鹅就是在火币上出现了一个 P Gala 无限增发，最终导致了它几乎崩盘下
下跌幅度超过了98%啊，所以呢，对于目前的上涨来说啊，它是一个浪子回头币种。浪子回头币种呢，有一些好的消息刺激呢，它就容易出现类似 Luna CAD、CFTT 的这种突然的快速的上涨，并且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上涨空间。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前面行情当中，它是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还有这个沙僧阳线啊。当前的 K 线主要是聚集在这个沙僧阳线的实体范围。那在日线级别上，就有唐僧阳线作为我们日线这个上涨西游的一个目标。那么再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级别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收敛动作，并且呢，在24号左右啊会进入到焦点。我们知道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变盘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的快速拉升，以太坊的快速拉升，APT 的疯涨啊。那么在板块轮动之后，我认为很快也会轮动到这个 Gala 的这些游戏代币啊，游戏平台币啊，会流转到这里啊，最终呢导致在这个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突破啊，最终呢完成它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看到 Gala 是超跌的，在前面行情当中，它走出了4轮的周线级别的下跌，4轮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啊，它的反弹我认为也会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最终呢会走出一个平行于21年11月到21年12月的这个急速上涨的一个平行结构啊。对于 CeFi 交易所的平台币啊，我认为目前 OK 币走势是最好的啊，因为火币啊，在李林交给孙宇晨之后啊，孙宇晨经营的并不是十分好，并且呢，李林也在香港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交易所，所以呢，火币网目前运行非常惨淡。在这种惨淡之后呢，OKEX 平台啊，OKEX 平台和币安形成了两家独大的局面啊，所以呢，OK 币目前正在追击的是币安币。那么 OK 币在这种上涨过程当中，很快就会突破它的前高$44，那么意味着它的上涨空间将要正式打开。那么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正在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已经走完了啊，这轮周线级别已经走完了。那么如果出现回踩的话，我认为是4小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回踩。如果能够出现日线级别的回踩的话，它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8。所以呢，虽然它是一个上涨突破的趋势，但是我认为在没有出现新高之前耐心等待它回踩之后再进场会更安全一些。然后前2天提到的这个匿名币板块啊，在这2天并没有发动一个更好的表现，但是我认为大零币的这种匿名币的表现呢，会在很多极端事件之后啊得到体现。特别是如果美国对这个数字货币实行强监管或者出台一些政策的话，那么 ZEC 大零币这种匿名币这种可能会出现表现。毕竟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50均线和10均线正在上穿144和169啊，这是一个上传的过程。先是 K 线上传 ，K 线站上169，然后是均线慢慢跟上来。目前呢，它是有一个启动信号的，特别是在1月20日，它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可能就会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它的落后局面会因为板块轮动和消息层面的利好跟上来。随着比特币的走强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呢是逐渐走弱的，意味着以太坊的涨速是落后于比特币的。那么它的这种形态呢，也让很多就是在热点之外的板块也会跟随以太坊出现一个缓涨震荡的行情。那么我认为耐心等待比特币在高位出现高点之后，比特币的震荡时间往往就是以太坊之类的主流币和次主流币出现轮动的行情。那么关于这个交易对，我认为它回踩到0.068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筹码支撑区和一个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呢，在0.068之后以太坊可能会得到一个好的表现。同时呢，目前来看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也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在上涨趋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站上了169均线，完成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这个位置调整之后，目前走出了一个第2轮的日线级别悟空阳线那意味着它有可能走出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标点位呢，我认为大概是在$2000附近$2000附近这个位置呢，是一个
年5月份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啊，所以呢，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我们给出目标位啊，大概是在$2000整数位。那今天是大年初一啊，在这里面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啊！那么在这里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给我一键3连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啊！感谢大家，再见。